拜托 ATM， 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这个未来银行呢，很多现金，希望大家用脑袋智慧来提领现金。好，今天是各位作家们胸有点墨作家们的交流会，全部是作家。对呀。首先介绍是郭圆圆，你好。嗨，圆圆，大家好。不知道你是作家哎？对，她微风女神，然后写书了。这第一本，这是我的第2本图文创作。我比较不敢称自己叫作家，因为我也是画，我虽然也写，但是我更爱画。我们看起来比较像小孩子念的书。这个有趣的就是大人跟小孩都可以看，因为小孩子这种会吸引他眼球，就是里面的画啊，对不对？然后颜色非常的吸引人，然后这里面讲的就是用亲密关系来阐述一个长大，就是无论被摔碎过几次，都愿意大胆的把自己交出去。这是他新书哦，感动，是哦，谢谢。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林明亮，欢迎。博士好。博士哦，对，好，我是林明亮。写的叫妈祖庙啊，妈祖什么呢？江西啊，签诗搞懂人生，好酷是，对，是一个很有趣的书。所以你是从那里庙里面的签诗里面去写故事吗？他右手拿了一个很酷的东西，所以这个是行动抽签，就是呢是60夹子签，然后呢里面有60支，对大家如果对今天该不该出门上班有怀疑的话，可以中间确认一下。都在对照这样子吗？是对你那本书就对了。对，你是在抢庙里的工作啊？我是帮大家拓广他们的事业。因为书里面不但有签诗，还有白话翻译，还有简单的注解，所以大家除了签还可以看故事，还有看里面的戏曲、传说都有。是的，来，接下来介绍的林可彤。哇，美女。对，我也是作家哎。你是做出那个烹饪的书吗？还是？为什么要烹饪？其实我出过5本书，然后几乎都是就是突然间忘记怎么讲了。工具书。我以为是工具书。这个第1本书失智症的可怕。是自己写的吧？对，我之前有出，因为我之前在香港工作很多年，所以我在10几年前就有出过一个香港旅游书，然后10年前出了2本的瘦身书，就是销售的蛮好的，因为那时候运动的风气刚刚开始，然后就刚好在那个时机出了书，然后之后还出了爬山的书，跟教怎么样当妈妈的书，都是跟你人生很有关的。对。来，接下来介绍是吴子云，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名鼎鼎的藤井硕，是没错，网络的知名小说家啊，对，而且也翻拍过很多电影，好厉害，我翻拍过，而且那个时候在写书的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要写书，只是因为失恋去网咖，想说静下心来，抒发心情，对，抒发心情一下，结果没想到有人看。哎呦，那就写你真实的故事哦。没有，我是抒发心情而已，我没有把故事就是我自己发生的事情写下来。那你很难，自己很难过，又写别人的故事很难啊，就代入啊，影射到别人身上，而且转移注意力，对不对？对，以前那时候没有电脑，只能在网咖。你也拍过电影哦，对，翻拍电影啊，对啊，又弄咖啡馆，对，是很有名哎。但早期写书好像只有到网咖去点一杯咖啡，知道？因为我没有电脑，而且我们台湾网咖的那个包台的概念应该是从我开始。为什么？你就是因为我家楼下有一个网咖，然后那是我邻居，所以他认识我。那我每次晚上去都会到天亮才会离开。他就跟我说：“你去坐在最后面那个厕所前面那一个位置。”然后他给我一个杯子，他说：“你要喝，你就自己去倒。然后你要泡面你就跟我点这样。那全部整个晚上100块，泡面另外算了。”他是写作，而且他本人长得好诚恳哦。原来藤井树老师长这样。对，比较像化石，不好意思。接下来介绍杨老师，杨老师你好，也有新作品啊，你好，这个叫做普通的小孩，所以你在上特殊教育了？对，我是特教老师，对，那里面有很多特教小朋友的故事，我的学生的故事，对，虽然他们的外表不普通，但他们内在也有一个很普通的愿望，就是他希望可以跟大家一样变成好朋友，或者是站上适合他们的舞台，会发光发热。好感人哦！你当这个特殊教育老师多久？8年，8年，那很有耐心哎哈。就这些小朋友特别可爱啊，不普通的普通小孩啊，给他支持一下，谢谢。欢迎各位。接下来介绍2位专家，首先介绍超人气新闻主播朱思翰主播。大家好，各位好，金主好，大家好。知名历史教授胡川安教授，欢迎。是马上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
Sandra， 请讲游戏规则。这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5万元，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一个答案是2000元，5万元要抢完为止哦，大家加油！要请抢答才能按钮哈。这题是由朱思翰主播来举圈或叉，Sandra， 请出题。要成为作家，阅读很重要。请问世界上的经典畅销书销量超过5000万本的文学作品有哪些？不包括宗教、政治跟无法确切统计的作品。你讲说那圣经就不能讲，对，对不对？好，请抢答。圆圆，牧羊少年的奇幻旅程，对或错？没有错。哎，恭喜2000，很好看。哎， 《红楼梦》啊， 《红楼梦》红楼梦对或错？没有错，而且是破亿畅销书哇，请加2000。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对或错？没有哎，因为这个，因为有一些它是没有办法确切统计的，因为它的年代比较更久了一点，所以它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一个出版社官方数字可以来统计它到底出了几本，可是《红楼梦》不是更久吗？可《红楼梦》那时候呢，它在出的时候是有官方的数字，有出版社在出这个东西的。还有各国翻译。你运气不好，跳到一个陷阱里面去。来，子云， 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师。Harry Potter， 对或错？当然有这个。有，那是不是波特系列都不能再讲了？就因为它讲得出来，讲不出来喽。而且也不一定是每一本都有破5000万以上，要是系列每本不一样。哎，小王子，小王子对或错？没错，这也是破亿畅销书，绝对有。请加2000。哎，回到圆圆，达文西密码，我非常热爱的书。又不是拍成电影吗？对，都很好看。达文西密码对或错？没有错。哎，请加2000。厉害哦，大家。双城记，双城记对或错？没有错，而且它是排行榜第1名，难以超越。目前啦，这是官方数字统计的第1名。好，穆子云，我还有机会吗？没有了，你打叉了。你现在已经 X 战警了。OK， 子云，魔戒的第1部吧，双城奇谋是不对？这个可以补充一下，就是《魔戒》它其实比较尴尬，就是因为这个作者他还有写其他书，但是《魔戒》这一本刚好在出的时候碰到2战，所以缺纸，所以呢，光是《魔戒》它其实刚刚有讲到，《魔戒》又拆成3本印，然后呢，因为当时候这样子的状态之下，也没有好好的统计到底有几本，所以当然他们的这个作者的基金会啊，宣称有1.5亿本的销量，但是其实真的有官方统计，像是在英国，可能其实只有90几万本，再加上它在海外，其实它的版权，大家知道它的译本很多，有些没有版权，有些有版权，所以它算是比较特例的。如果这3本加起来的话，总共啦，如果是这个作者他们基金会说的话，是有1.5亿册的。对，但是就是它就是属于没有办法确切统计，比较有争议的一题。是好特别的历史。到底是灌水还是真的不知道？对，好，接着黑老师，麦田捕手，麦田捕手对或错？没有错。啊，厉害呢，读很多书哎，麦田捕手。来，请增加2000。来，接下来，那我想要讲哈比人呢？对或错？没有错，哈比人就是有，因为他比较早推出，那个时候有。对，因为我知道他跟那个魔戒，它其实是分开的。那我记得哈比人好像又是前传的。对，那哈比人单独拍他的。对，所以哈比人反而超过啊。对，有的。也增加2000。怎么样？玫瑰的名字。对或错？没有错，这本书是1980年出的，也是有大概5000万本左右的销量。来，请增加2000。杨老师，心灵鸡汤。心灵鸡汤对或错？心灵鸡汤系列加起来有啦，但是单本是没有的。OK。啊，心灵鸡汤有超多系列的，以前上厕所的时候很快就看完一篇了，对吧？大家都会上厕所吧？因为短篇对啊，很好。心灵鸡汤对大家讲不是说肺炎吗？没有，心灵鸡汤这本书一开始出来的时候看的是蛮温暖的一些小故事，看了觉得很废话。后来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写了，这样。越来越多人会写。是的。接下来也。哎，我现在脑海里都是系列的。
我很喜欢一个图文创作是彼得兔的故事啊。彼得兔的故事对或错？它也算是系列啦，而且它其实比较偏绘本的部分。好，剩你了，剩明亮了。洞窟女王，它没有在排行榜上。好，没关系，你们也抢了9组了18000了，请补充。刚刚其实提到这个第1名是1859年的《双城记》嘛，《双城记》其实就是超过2亿本，而且它是有登录在案的。那么其实我们会说它没有登录在案的，因为如果你真的要看说哪一个作家写的书最卖最厉害，那个人叫做莎士比亚。对，但他真的太久以前的人了。然后呢，有人推估说，如果是他的话，他卖出去的书至少有30亿本起跳。对，那么如果说真的目前有登记的话，是有个英国的一个作家叫做阿加莎，他是写那个侦探推理的小说啊，他卖出去的书大概是有20亿本左右，所以大家可以朝这个目标去迈进哈。那么刚刚也有提到，其实最多的还是圣经啦，圣经，但它是宗教类的。那么圣经目前其实光是在2000年的时候算，就是超过50亿本这样子了。对，那么也希望大家多读一点，多买一点实体书哦，也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作家们哦。开卷有益了哈，希望大家多读书了。接下来这一题是由胡川安教授来举圈或叉啦，来，请出题。古时候呢，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其实古代的才女很多，一箩筐。请问古代才女作家有哪些？谁讲的？子云，班昭。班昭。安顾的妹妹，对我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她讲的。他们家都很有才华，那只是因为汉代的时候，他也有帮助他哥哥写史书，就是我们后来的《汉书》，那他其实有帮他，但是后来因为就写着他哥哥的名字嘛，可是就没有把他，因为以前女子不能把名字写上去，因为这样女子无才便是，如果太有才他就没有德啊。不能这样说吧？上面写了这句话就是班昭自己写的。对啊，对，他不能够写他自己名字，因为他太有才了嘛。他是有点那个啦，自怨自哀啦，就是其实也是跟社会现实这样讲。对，哎，好，来请加2000。老师，李清照。李清照，对我错，恭喜加2000，那就很多人啦。对，来演员。鱼玄机，这跟我家附近的一个餐酒馆名字一样，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鱼玄机，对我错，没错。来，请加2000。是那个唐代的时候的一个诗人，诗人。对，接下来谢道韫。谢道韫，对我错。谢道韫，这个我们有听过有一个很有名的叫谢安嘛，对，他跟他有关系，但是他们家因为也是贵族家庭。然后，所以以前因为贵族家庭女子比较可以在家里去学习。来，请增加2000。这个古代要多古以前啊？你还没开胡哦。对，在等待你。我想有一个叫做上官婉儿，这个人是吗？对我说。上官。看书的时候看过。是唐代的时候非常有名的。然后像上官这个名字，大概就是唐代嘛，那他本来也是比较属于北方民族的。所以叫上官。破蛋喽！破蛋了啊！来，子云，李师师，怎么听起来好像是不清楚的老婆？好像现代人。她其实是一个青楼女子但她很有才华，就是好像那个《水浒传》那一个燕青跟她是是如果很有才就是名妓的。对啊，对，来，对我说。李师师，你加2000。老师，卓文君，对或错？他最有名的就是跟司马相如嘛，在西汉的时候，然后因为他家非常有钱，他家是炼铁的，所以他也可以读书，也可以写作，对，非常开放了啊。对啊，加2000。哎，接下来圆圆。我绞尽脑汁，张爱玲。很有名啊，他也算古代吗？你清朝不是看你怎么定义古代嘛？因为他从晚清一直到民国，那算很久了啦，对不对？民国初没几年嘛。对，那算古代了。好，我们把那个现代以前就好了。但要不在世的才算哦，不要把现在的一堆才女你们也算。不要还活着一直讲。对，可以哦。好，破万。花蕊夫人。对，哇。那你自己解释一下花蕊夫人，因为花蕊夫人有一个最有名的诗，就是
14万人齐卸甲，竟无一人是男儿。就是国家都投降了，然后没有人要出来反抗，他觉得很悲伤。对，是华尔夫人最有名的诗。1万喽。3毛。3毛，对或错？这当然对了。我们都是看3毛长大的，像听起来好像我们年纪差不多。以前那种她在撒哈拉的生活嘛，跟她的老公那大概是最早的女性自主的一个小说。吴子云，薛涛，薛涛，唐代4大才女其中一个吧。薛涛对或错？对。其实因为唐代他们那个算比较游牧民，所以他们女生也都可以学习。但是因为唐宋的话，大概都是这些很有名的，到明清的话都变青楼女子。对，那差很多了哦。来，警察2000，老师。武则天。武则天是作家。她当然也算是才女了。我是说，她一定要有才，然后有才情才会被那个看到。皇上。对，除了美色，但是也要很有才气，然后她才可以操弄。她也有作品，对对对。要不然2代父子都喜欢她，对不对？请加2000。1万。圆圆。如果依照这个逻辑，那我现在只能猜甄嬛了。甄嬛是真的有这个人吗？有，好像真的有。是吧？西太后，他有作家吗？后宫甄嬛是甄嬛对或错？这个我比较不倾向，因为他有太多穿凿附会。对嘛，并没那么明确啊。来，哎呀，明亮，管夫人。管夫人对或错？来，恭喜加2000。管夫人是赵孟頫的夫人。对，好，跟这个名就是你侬我侬，鹤煞情多。你侬，这个真的厉害了，对，果然是学文学的。真的会，他们都是夫人。哇塞，柯东。我现在脑袋里面就只有那个伊能静曾经演过的一个才女，然后我还想不起来她的名字。陆小曼。就是那个年代，徐志摩嘛，徐志摩，她算才女吗？徐志摩的老公，这样也算对，对。你讲他演的就是那个啊，他从海上什么4月什么人间4月天，对，4月天。但她也是一个很花钱的才女，所以徐志摩才要一直去赚钱。对，徐志摩才去当房仲。对，真的。你们有开玩笑？他当过房仲，为了养这个家。对，哎，子云。那李野好了，就是刚刚薛涛的同学。李野，冶炼的冶啊。李野，李季兰。对。啊，那个你不解释一下吗？她她也是当初的才女了。对，她是薛涛的同学。因为他们都是一起同一群的，然后所以她有名，她也会互相拉抬。同一群都很有名，都是才女啊，也上万了。剩最后一个名额。杨老师，花木兰。木兰写不到名，厉害了，想不到，才女。真的吗？什么鸡不鸡，对木兰都不是。哎，对或错？他自己没写，对不对？是别人在写他的嘛，我们顶多可以说他很会打仗。但是她可能不算才女。老师讲一说木兰没有鸡鸡，还有没啊？所以不能这首歌不是鸡不鸡轮到你了，最后一个名额，懂，柳如是。柳如是，对或错？这当然对啦，这是最那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才女。哇，大家都对。然后她本来是我见青山多娇丽嘛，那青山见我亦如是嘛，这个如是就是从这边来的。好，我们宣布他们这一轮的奖金，因为5万块抢光了啊。是的，圆圆1万，林博士1万4，可彤6000，吴老师1万，杨洋老师1万。哎，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赢者全拿。哎，乡里，请讲规则。这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两个选项，答对的话呢，累计奖金；答错的话，这一轮淘汰。那每一轮留下最后那一位，可以把账户的钱全部灌入自己的奖金库里。第一轮，请出题。妈祖成为台湾人心目中的海神，是因为什么事迹 ？A.
保佑先民横渡黑水沟 ；B. 保佑渔民年年丰收。请作答。黑水沟就是台湾海峡。对。那他们说什么唐山过来这边，其实以前的台湾海峡很危险，很危险啊，对不对？对。所以要登陆战也要花出一点心思。对。保佑渔民年年丰收是后期啦，对不对？后期大家呢去拜拜说啊，也波渔民啊，感觉什么都能拜他的。你知道前台湾最多庙宇就是妈祖庙，应该比土地公庙少一点而已。土地公庙，因为土地公就很小嘛，每区都有。里长啊，里长，对里长的概念，他就不算了。但是统计下来，这个玩意还有关帝爷。那客家人拜的就是三山国王嘛，三山国王，对，五谷大帝就是种稻米的，就是神有区别的。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保佑先民横渡黑水沟。其实呢，妈祖被奉为海上女神，只是一开始是福建沿海地带渔民的守护神。那自从汉人大量来台之后啊，感念妈祖保佑他们平安渡过黑水沟啊，妈祖呢逐渐成为台湾人心目中的海神。而且呢，大家在台湾陆地生根之后呢，他的辖区就从海上移到陆地，他各种任务都有，不管你生病了要求他，农田缺水也拜托他，所以来到台湾，他几乎成了全能的女神。就任务特别多嘛，筚路蓝缕，移起山林啊！来5000，马上就5000了。下面题，请出题。特斯拉除了卖车之外，还有一个最强副业，2023年赚进540亿，请问是什么 ？A. logo 版权 ，B. 碳权。请作答。哎呦，教授，博士，你怎么选择 logo 版权？因为特斯拉感觉很酷啊。540亿耶！有一个 T 翻来感觉很酷哎。我认为一定是碳权，因为我觉得不会是 A， 是因为特斯拉它的名气这么大，那它会很保护自己的产品，或者是如果你叫做特斯拉的，无论是吃的、用的、穿的或开的，一定要有我们像特斯拉这个名声这么的可靠。所以它是不会随便卖那个品牌的版权。正确答案是 B， 碳权。因为呢，为了做到节能减碳，每一国的政府就纷纷提供碳权交易，给这个政策的诱因，让各家厂商呢开始考虑生产电动车或是新能源的车辆。那对于那些生产高油耗啊、高污染的车辆车厂来说，你必须要特别买碳权，你才可以符合你的政府的环保政策。这样讲起来是保护费。对啊，就是那个概念。但是特斯拉，你想想看，它只生产电动车嘛，它根本就不需要使用到它的碳权，可它还是有一些碳权在身上，它就把这些碳权转卖给那些碳权额度不够的车厂，变成它收入540亿。就是政府的这些各国的政府的政策得利了它了，对不对？不然根本谁鸟它啊？不是。来，请博士请他们做，跟那个老师，请加3000。来，下面一题，请出题。胖也是一种罪，请问在哪个国家过胖居然是违法的？你所在的公司可能会因此被罚款。A. 北韩 B. 日本。请作答。怎么会选日本？有人选日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A 有点太理所当然了，所以我就选一个 B， 感觉听起来不太可能的。那相扑的怎么办？那它可能有一些特权，因为相扑在日本，它有一个，我觉得它有一个尊贵的不同的地位。那如果是 A 的话，我认为它可能它不会罚你，它直接让你人间登出。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哦，对不对？你很有逻辑也棒。没有什么罚你，你就是一个在这北韩不应该存在的 out。对，而且北韩他自己的总统也是好像也没有，他有减肥了，你稍微讲话注意一点啊。我们这个节目在北韩也播出啊，会消失，小心会消失。正确答案是 B， 日本。其实呢，日
本政府有直接明文规定哦，政府机关跟私人企业，你每年都必须要量40岁到74岁员工的腰围，男生呢不能超过90公分，那我在那边不是罚了一辈子啊？你现在没有吧？我以前都罚了一辈子。对，女生不能超过80公分，如果超过的话呢，就必须有医生啊、营养师面谈，而且强迫你接受饮食的调养。你讲这个调养是企业嘛？一般老百姓不管了。不用，我不在你上班就不受你规范嘛。但是就是为了全民的健康嘛，所以他就是要求企业跟政府机关这样。然后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配一些专业的人让你运动啊，营养师。然后我半年之后我再来看你的成果。如果你一直检查比例不合格的话，你这个企业就要被罚款。据说最高可以罚到几亿元新台币。Oh my god！ 其实他们这样做是没错了，因为健康也是要逼嘛。来，请去那边做，要做一个。你想到后台做也可以。请增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早期网络小说《爱尔兰咖啡》描述一个爱情故事，请问真实的爱尔兰咖啡是因为什么而发明的 ？A. 给爱人一个特调 ；B. 不想浪费咖啡豆。请作答 ，A 或 B。哦哟，马上分胜负了。对，一定有一个对一个错嘛。那选择圆圆，你选择是不想浪费咖啡豆。我认为。无论如何，咖啡这个东西，你还是要考量到经济效益。如果有多出来的咖啡豆，我们不要浪费，所以就做出了爱尔兰咖啡豆。然后 maybe 他给他冠上了一个浪漫的故事，是给爱人的一个特调，但是他其实目的是我们不要浪费咖啡豆。子瑜呢？因为这是我同事写的，我知道。你同事写的文章？没有啦，就是我们一样都写网络小说，他是蔡志恒写的。给爱人一个特调，对，因为他是6弄咖啡嘛，对，他很注重感情的，好多咖啡哦。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不想浪费咖啡豆。其实它的背景是在1940左右，那个时候2战沸沸扬扬，然后 Michael Nugent。发现呢，他在地窖囤放的一批咖啡豆已经过期了，然后有一点点刺鼻难闻。可他不想浪费，而且那个时候又在打仗，很珍贵啊。对啊，这个资源如何的珍贵啊，所以他想要怎么掩盖那个臭味。所以呢，他在咖啡里面加入了 whisky， 然后再在饮料上面铺一层厚厚的鲜奶油，然后这些东西来掩盖怪味。然后他还发挥他的生意人头脑，把他们取名为爱尔兰咖啡。那这个名字呢，刚推出的时候，人们就觉得哇，这漂浮上来的这个鲜奶油，这是我们爱尔兰咖啡，好有趣。然后许多都柏林人啊，当年都喝过，太棒了。11000，请输入演员的账户。你们现在知道怎么玩了吧？这才第1轮呢，总共3轮。你看，他马上就21000领先群。来，请回来，还是有机会的，大家。接下来进行第2轮的第1题，请出题。现代数位转型，纸钞越来越少派上用场。但请问，人类最早用纸钞买卖的记录是出现在哪个国家 ？A. 中国 B. 英国，请作答。子云，请说。我觉得中国比较喜欢换东西，不会用纸和纸。所以你选择英国就对了。对。好，那选择中国的。最早发明纸嘛，那除了当阴间的金纸用之外，也可以在阳间用一下。我是这样猜的。正确答案是 A， 中国。其实是在西元大概10世纪那时候是北宋的初期，那四川的商人呢，他们共同发行一种所谓的交子，就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纸币的记录哦。那真正呢，18世纪英国中央银行才发行了标准化面额的银行券，那个时候是现代纸币的流通。那早期的纸币呢，按照你的面额可以用它来换黄金啊、白银啊，所以呢，它的发行数量呢，当时还是有限的。一直到1930年呢，各国政府透过政府国家的这个力量、国家的权威跟信用，才开始正式的印制纸钞，或者是铸造硬币。来，2位请休息一下。想不到是中国，刚刚最厉害的2个人，来去休息啦。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
吵架时越大声才能占上风。根据研究指出，吵架时大声的原因是什么 ？A. 缺乏自信 B. 意志坚定。请作答。哦，这个如果写意志坚定，大家越吵越大声了。对，当然是没有自信才会吵，对不对？因为吵着骂着就有点开始怀疑自己，然后就想说，不然再大声一点好了，我要坚定自己，然后掩饰自己打气的感觉。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缺乏自信。其实康乃尔大学呢，组织行为学有做这个研究哦，自己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会不自觉提高声量，其实是因为你缺乏自信，可是又想要让人家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所以有点像帮自己打气，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说的就是对的，就怕别人不听，所以就越讲越大声，然后提高声量来说服别人跟自己。对，而且常常吵到最后，你讲话说你怎么样？你不知道讲什么，对。来，请加3000。下面题，请出题。自由恋爱居然早就盛行，请问中国哪个朝代曾经规定未婚男女必须外出约会，否则就会受罚 ？A. 魏晋南北朝 B. 春秋战国。请作答。太难了吧？这个难的吧？真的。哎呦，可彤。有机会脱颖而出哦！啊，真的假的？没有人跟我选一样的。你一个人选呢？啊，可是我们以前看戏，魏晋南北朝不是跟唐朝很像，很接近，然后那个时候人都穿很少，没有？就比较民风比较开放啊，就很像现在抖音里面的。没有，就好像很像，感觉会比较希望大家可以出去，就是约会玩玩，认识彼此。选择 B 呢？来，老师。因为我想的是，就是那时候儒家思想可能比较盛行，对，那比较讲究一些，就是这样子的规定。正确答案是第一春秋战国。其实呢，农历3月3，相传是伏羲氏跟女娲交合的日子。那这一天呢，被称为上巳节，又称女儿节。这一天呢，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啊，不但要祭祀神灵，祈求获得更多的子嗣，还要付诸行动，要赶快出去愉快的约会。你要有子嗣，就一定要有行动嘛。没错，而且如果你约会成功的话，甚至国家会赐予你土地。那如果你不愿意出外约会的话，你会受到惩罚。哎呦，国家规定。不是赐予土地啊，只赐约会成功的话，不是赐床啊，赐什么？赐土地耶，可以吧？地上哦，要成家的哦，大地为床，苍穹为命。好，来，请休息一下。哦，2位加2000，8000哦。来，下面题，请出题。卡夫卡是20世纪重要的作家。请问，从他的作品衍生出来的卡夫卡式是指什么 ？A. 无限轮回的困境 B. 缥缈虚无的理想。请作答。无限轮回的困境吗？不是。因为卡夫卡有一篇小说叫《城堡》，他建了城堡之后就封闭式的，然后在里面不停的遇到各种困境出不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轮回的困境吧。正确答案是 A， 无限轮回的困境。说到呢，地狱般无限轮回的困境，时常会有人说卡夫卡式 Kafkask 来形容。那这词呢，就是他的作品延伸出来的定义是超现实跟噩梦般的荒谬、怪奇跟超展开，而且走不出来，非常贴近生活的解释。代表你如果不必要的复杂跟沮丧的经验啊，就像进入官僚体制，你受迫，可是你又走不出来，绕好多圈才解决，或是你投入过多的情绪看待人事物。来，加2000。为什么他们讲话像吐痰的感觉？他们就是这样啊，真的，中国人就是哦。来，请出题。沙文主义一词的起源出自于拿破仑的手下，请问沙文主义主要是讽刺他哪一种激进行为 ？A. 大男人 B. 爱国。请作答。怎么博士你又选爱国？因为我觉得他的手下应该不知道拿破仑是不是大男人吧，他的妻妾可能比较知道他是不是大男人，除非有隐情啦，除非另有隐情。可是很多电影都在你是杀猪哦，对，可是那是演进的吧？
眼镜之后才叫杀猪。就是你大男人主义才叫杀猪嘛，有没有？电影上是这样演。对，我也是想到杀猪，所以我选大男人。正确答案是 B 爱国。为什么叫沙文主义呢？其实拿破仑有个士兵叫做尼古拉沙文，然后这个士兵狂热的崇拜他的主子拿破仑，征服其他国家跟民族，他觉得这些政策太棒了，所以呢，法国有一个戏剧叫做《三色帽徽》，就讽刺说这个士兵的这种情绪，把他这个过分爱国的心态定义为杀猪主义，代表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那女权团体之后才延伸成男性沙文主义。这个11000呢，请灌入博士的账户14000。哇，博士追上来了！你看哦，你这一轮，这是第2轮了，你已经居冠军了，还有第3轮，来，请回来。哇！接下来进行第3轮的第1题，请出题。根据 CNN 热门报道，请问多数女性倾向跟谁单独待在森林里 ？A. 一头熊 B. 一个陌生男子。这虾米艺术？这虾米艺术？如果要选的话，死都要选一个陌生男子，我们选熊。请作答。你看，大家都选，男生比较危险。这个答案很明显就是熊，但是我们觉得太侮辱我们了。真的假的？那 CNN 报道的你选的男生哦？对啊。怎么会跟熊？再怎么样，熊男生还有好人，可是熊可能会攻击人啊。陌生男子可是熊也是陌生的啊，陌生熊可是一头陌生熊。原来是挺和对呀，这到底什么原因呢？对啊，这要跟男生在一起吧，起码是个人类对啊，我也是这样想，所以我刚刚就讲了，我死都会选一个陌生男子。来，吴子渊，我个人觉得陌生男子对于一个女性的威胁会比熊还要大一点，至少你不要让熊看到你就好了。这是最近的新闻吧？有看到，然后对啊，天哪，虽然是熊，但它有可能是吃饱的熊，所以就会没事。很小熊，对，泰迪熊，对啊。小熊啊，那他就危险了，已经被女生带回家。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一头熊。其实呢，这个讨论起源于一个短影音哦，有人在英国街访8位女性，问他们说：“你们宁可选择一个陌生男子，或是一只熊被一起困在森林里？”其中呢，有7个人都选熊。然后这支影片呢 ，go viral 有1670万次的观看。那大家一直讨论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女生觉得啊，起码熊我只要躲着，或是说我野生上面不要去侵犯它就没事。可是男生啊 ，we don't know， 而且陌生的他要坏起来可是不得了，他也许会有针对女性的暴力跟危险，这些可能超出了他只是想要生存。很可怕呀，男子们。不会啊，可是他坏起来也不过10分钟的事情。不是这样讲的。我觉得这个心眼很可怕。对，我觉得大家不知道危险在哪里。快错了，男子。那我去做，我走就是了。来，请教4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庙宇求签拜拜。据说最早的签诗是皇帝去求什么而拿到的 ？A. 国家运势 B. 生男生女。是为哪一件事？请作答。是为了国家运势吗？还是说我要生男还是生女？都是求男嘛，皇上一定求男，继承。皇上会为继承人呐，这种事去求吗？有可能皇帝有沙文主义。杀猪。皇帝他们爱沙文主义，皇帝也不见得爱。皇帝是被逼的那个，就是你只要是皇帝，你就是要传宗接代啊，一个王朝要巩固嘛。我觉得比起国家运势，皇帝在抽签的时候，他比较像一个父亲。对，父亲呢去抽一个自己比较私密的、偷偷期待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国家运势。
其实呢，5代十国的时候，前蜀正在跟后唐两边在对峙哦。那局势不利的时候，前蜀的统治者王衍他就想改变蜀国即将灭亡的命运，所以他就成立了宫廷禁香团，他带着他的后宫啊游山玩水，拿个旗子大家跟着走。然后呢，他的求神啊，从道观到佛寺，看相到求签，什么都有。他带着后宫的太妃啊、太后一起去，然后还顺便收了几个妹子，哎呦，做后宫啊，不就很忙？然后他为了预测国运呢，他亲自跑到当时四川最有名的张二子庙抽签，很灵的地方，得到了逆天者殃4个字。那果然，他后来真的就被灭了，被灭掉了。对，因为他收了太多妹子，这是不应该啊。对，来增加1000。这是第3轮，你总共奖金5000块，请给老师输入老师的账号，15000，请回来，可彤。好的，演员21000，林博士25000，可彤6000，子云10000，美阳老师15000。最后冠军是我们林明亮博士，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博士啊！谢谢，厉害，实至名归，对不对？没错，也是我们每一集都要送奖金，今天又碰到博士，哎呀，再难的题目也难不倒他了。对，他又是个作家，只是个过程而已。来，请插卡，自己打气是吗？金库请打开，25000奖金是你的，但是先必须透过我们密码的提示来，请看。2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40画的武则天当皇帝，或是总笔画58画的看到阿嬷被推倒。武则天当皇帝可以风云变色啊，改朝换代啊，这几个像类似这个你想想看，有哪4个字比较有把握？就40画。那看到阿嬷被推倒，天理不容，人神共愤，对不对？人神共愤，天理不容。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很多啊，我们不是在讲，对，万一把答案都讲出来，真的你去想想看啊。好，因为他不像我们提示他吧，他自己很清楚啊，他会又是作家你，很久没有写字了，对，很久没写字，笔画难就难的笔画对的，但是算错了。你要选哪一题呢？我选武则天当皇帝，请锁定武则天当皇帝。那没选的看到阿嬷被推倒是哪4个字呢？请看。义愤填膺，超难写的哎！哇，这个每个字都笔画都那么多对，而且那个膺是什么意思啊？凶啊，凶，对，气愤积在胸，就是你气在胸很难受，很气嘛。就像我们吵到这，所以要大声。对，好，没有选义愤填膺，算你命好啊。武则天当皇帝到底是哪4个字？来，请拿起来，来，请出题60秒哈，等。聘鸡司晨，计时开始，清楚。不用想哦。对呀，这个题目不难啊。不难。这个鸡就有很多种写法喽。哇，又要被拿走了。要重来一次，要被拿走了。最后一个字，停，总共用了几秒啊？38，如果错的话还有22秒可以改。好强哦！你想清楚，我们看对不对？密码05180511，对或错？还有22秒，还有时间，22秒，计时开始。停，好，他已经改，还几秒？16秒，他写很快啊。对啊。为什么突然想改这个字？因为我就骗点怪怪，好像跟母搞错了，所以才聘鸡司晨。聘鸡司晨，密码06180511，对或错？谢谢。
谢。这到底什么意思啊？谢谢。什么意思？我连这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今天录了3集都跟他讲，他没办法命该绝啊。那些又不上艺人，艺人又不争气。不是，这个博士是什么意思啊？因为片鸡是母鸡的意思，那通常那个早上要叫是公鸡的事情，是吗？所以变成母鸡去管公鸡的，对，是。你是完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对，当然了，病鸡失臣就是你看不应该当女皇帝的人来当女皇帝，有时候你人大臣就骂他你是聘鸡失臣。聘鸡。聘鸡失臣也有讽刺那种宦官当道。哦，这个倒是没有，对，但是就是女权当道这样。倒是骂女生，就是讨厌女生，他是骂有点厌女。来，这是您的钱2万5，现钞哦哈。哇，果然厉害，来掌声给他鼓励，谢谢，来我们谢谢。聘鸡失臣是以前在骂，因为女性没有抬头。那现在不能这样讲女生，不可以乱用哦。女生都可以来从政当总统，你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说哎。全世界都有女生当总统啊，对，女权至上嘛，对不对？谢谢，恭喜你了啊！谢谢，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晚上8点锁定，拜托 AD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好。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